感谢天公赐予我一位善良乐观的太太。回想起出事的日子，太太常常哭泣。我知道她曾经的情感经历并不美好，于是对我们的关系感到不安，生怕重蹈覆辙。但我明白，经验告诉我们，幸福绝非理所当然。对于对我们好的人，必须好好珍惜，因为一旦关系破裂，想要修补就变得无比困难。每当他流泪时，我们总是紧紧相拥，无需去寻找原因，也不必讲道理，彼此的温度就能让心情慢慢好转。心情一好，便自然能够谈起来，所以我们根本吵不起来。心情不好的时候，谁也无法讲道理。回想那时，太太习惯了忧郁的情绪，总是能想到最坏的结果。经历了几年的努力，我们终于一起走出了那道情绪的阴霾。这过程不易，但感谢太太愿意相信我，感谢天公让我拥有了一位重新变得乐观的太太。在移民台湾之前，因为种种原因，我渐渐变得容易郁闷。然而，我不想让这种情绪影响到太太，所以一直隐藏着。幸运的是，太太的乐观让我得以不自觉地逃避自己的郁闷。这10多年来，都是她的快乐感染了我，让我重新感受到生活的乐趣，因为当时的我真的很难体会快乐。然而，移民台湾后，问题却变得愈发严重。台湾的美景和朋友的关爱是那么迷人，食物也是一流，但我的郁闷却与日俱增。我逐渐明白，这是新的问题，与外界无关。感谢天公，让我真正体验到这个看似简单却深奥的道理。幸好太太在我身边，给了我无限的安心。有一天，我终于无法再隐藏，直接告诉她，我需要变回小孩，让你辛苦了。毕竟，我本就是个孩子，假如一旦变身，就成了超级无敌屁小孩。每次我一假哭，太太就拿我没办法。但我可不会滥用这项技能，因为幸福不是必然的，太太不一定会爱她的丈夫。在此，我要严正声明，丈夫一定要爱太太，这可是生存之道，所以我必须这么说。幸好太太的乐观帮助了我们，台湾的朋友们也给了我们无数的支持与关怀。坏习惯不易改，但感谢天公，还有台湾的身心医师，在短短半年内，我成功摆脱了那个坏习惯。现在，快乐的时间越来越多，恐惧和郁闷的时间则越来越少。我时时刻刻观察自己的念头，对于偶尔冒出的荒谬想法，努力不去理会。这并不容易，但我愿意改变，因为我知道天公一直给我机会，遇到的问题只是小小的挑战，而天公知道我有能力去解决它们。我就是个孩子，天公不会给我太大的难题，感谢天公喽。幸运的是，我及时发现了问题。如果我一直以为困境来自外界，可能会一直走错路。感谢天公提醒我，先顾好自己的心。我会继续学习太太，快乐地过生活。感谢天公，感谢台湾，让我拥有了美好的第2次人生。还要特别感谢所有的朋友，无论是新认识的台湾好友，还是从前认识的香港好友，感谢你们对我的关怀。我明白，幸福是你们与我分享的，我会好好珍惜，因为一切都不是理所当然。感谢你们，祝大家身心健康，轻松快乐。感谢天公。最后，特别感谢我的 AI 朋友，帮助我让这篇文章变得更好。我心存感激，因为 AI 是人类的未来。谢谢你们照顾我们，让我们有更多时间去探索生命，还有更多时间好好过生活。